攀登之王，移动攻击原魔的克星。纳塔的第2位5星角色基尼奇呢，是一个大世界能力和战斗都很有特色的角色。目前来看，纳塔角色在跑图上呢都会有一些额外的设计，配合夜魂传递和纳塔地区的能力增强，可以搭配出不同的跑图玩法。即便是出了纳塔，基尼奇在钩索次数减1的情况下，在须弥沙漠这种松石蘑菇的地形上，也能够整理出高效攀登的路径。像这样的设计，就是把原神大世界给加入到角色玩法里了。要我说，这种设计早该有的。你想，这种通过角色组合攻略地形的跑图玩法，对于一个喜欢大世界的玩家来说，何尝不是提高了大世界的复用率呢？我希望未来不仅纳塔的角色能有，还可以作为角色设计的一种思路去延伸。设想一下，如果像千之这样子的空中切人，万叶这样的空中释放，能够给闲云这样一个角色安排上，那么我们就可以组一个千之飞空切闲云，闲云空中释放3连跳，然后再切基尼奇摆荡，那角色之间的联动就变得非常丰富了。另外，基尼奇能够吸收地图里的果实进行攻击，这也是一种开放式的玩法。所以纳塔角色和大世界的交互做的是很不错的，是开辟出了一条大有可为的思路。那就希望这样子的设计呢能够延续下去，呈现出更多样的大世界玩法。那基尼奇在大世界跑图上的这些优点，其实是我抽这个角色的主要理由。而在战斗上，我相信大部分的老玩家其实是不缺基尼奇这样一个优势和劣势都很明显的角色。基尼奇的优势是他的钩索和自转，在钩上原魔之后，基尼奇就可以跟着原魔一起运动了。这样一来呢，就不需要刻意的去追怪，而且一些原魔的位移攻击也无法命中它，比如说独眼小宝的转圈、冰翼人的各种攻击，以及水使徒花里胡哨的攻击。所以在这点上，基尼奇的自转机制其实是有一定的优越性的。另外，基尼奇的钩索不命中原魔的时候 CD 很短，在战斗中就可以用来追击、躲避地面技能、转移位置。而劣势，首先基尼奇是一个更偏向单挑的角色，告别了手动巨怪，作为主要输出的手炮，伤害范围有限，除非在队伍里面塞入一个温迪或者林尼特之类能持续巨怪的角色，不然在面对站位分散且走位会根据角色的距离做调整的原魔时，基尼奇的这种公转输出的方式一定会让原魔的站位变得逐渐抽象。可以想象，对群的时候处理完一只原魔，在处理第2只的时候，这个血压应该是蛮高的。第二是队友的缺乏，基尼奇是一个比较缺增伤的角色，这点呢从他的专武上可以看得出来。但是目前可选的角色中，万叶他不能扩散草，坎蒂斯之类的普攻增伤呢，基尼奇又吃不到。叶兰和福福虽然都比较适配，但他们是水元素，加入水元素之后呢，打法就会从燃烧变为烈绽放，烈绽放给手炮充能的频率相对来说没有燃烧那么稳定，所以在增伤这一块，基尼奇是需要一个更适配的队友的。另外呢，基尼奇和一些画地为牢的角色搭配时，它的机动性和那些画地为牢的技能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可以想象，基尼奇跟着原魔转走了，留下了班尼特的大招，留下了迪西亚的领域，就显得很尴尬。而在挂火上呢，基尼奇和香菱这个挂火大爹也有着微妙的不适配，就是如果方向搞反了，就会导致香菱的火轮它一直转空，所以基尼奇他又迫切的需求一个能够触发纳塔星圣遗物进程勇者套，能够提供增伤，能跟随移动的火元素后台角色。而且纳塔角色的天赋都鼓励纳塔人之间组队，所以不管是基尼奇还是马拉妮，组队上的最优解还没有出现。那这样的设计，它突出了纳塔人不会孤军奋战的设定，所以当纳塔大部分角色上线后，我觉得在配对上，在大世界的玩法上，可能还会有什么创造性的组合出现。而综合来看，基尼奇是一个大世界能力在当下比较突出，临命的时候在战斗上有明显的优势区间和劣势区间的角色，算是一张有趣的对策卡。好的，那么这期就到这里，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